各位朋友，今天咱们开篇先抛出4个课本极少深挖，完全颠覆固有认知的硬核疑问。第一，1950年朝鲜半岛战火到底是哪边率先扣动扳机？38线的划定背后藏着美苏怎样草率的地缘交易？第二，零下40度长津湖冰原死战，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真的是单纯溃败逃窜吗？水门桥的空投钢桥揭示了怎样令人绝望的工业代差。第3、第5次战役后的铁原阻击战，63军如何用血肉之躯硬抗美军的机械化平推？上甘岭坑道战背后又藏着多少老兵终身无法治愈的隐形代价？第四，21000余名志愿军战俘为何超半数最终远赴台湾？归国的6000余名战士又为何在半生中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？欢迎各位锁定咱们频道。今天不聊娱乐八卦，不谈风月琐事，通篇只讲实打实的战争硬货与大国博弈。很多基础历史教材只会铺陈宏大叙事，刻意回避事件褶皱里的残酷细节与战略失误。今天咱们抛开刻板背书，拿显微镜拆解朝鲜战争的完整脉络，不刻意美化，不刻意抹黑，掰开揉碎讲清这场改变东亚地缘格局的惨烈战事。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空喊口号，而是敢于直面历史所有光鲜与灰暗的全貌。要讲清半岛战火的起源，我们必须把时间线拨回1945年二战末期。很多人以为38线是某种深思熟虑的战略缓冲带，但历史的真相往往充满荒诞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在即，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中国东北，并逼近半岛北部。美方为了防止苏联独占整个半岛，紧急在五角大楼召开闭门会议。2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迪安·鲁斯克和查尔斯·伯尼斯蒂尔对着一张普通的国家地理杂志地图，用红蓝铅笔随手画下了一条北纬38度线。这条仅仅用几分钟划定的线，不仅切断了半岛的自然水系与交通动脉，更硬生生将一个民族撕裂为2个阵营。在这条线的南北两端，分别诞生了2个诉求完全对立，却都渴望统一半岛的政权。南方的李承晚当局高举北进统一的旗帜，不断在边境制造摩擦；北方的金日成则怀揣祖国解放的宏大愿景，积极筹备武装力量。双方在38线附近的联集、营级武装冲突，在1950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数百次。可以说，半岛就是一个堆满炸药的火药桶，缺的只是一个划火柴的人。不少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基础历史科普，都会形成一个固化认知，普遍认定当年是南韩李承晚当局主动挑起边境冲突，率先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北方只是被动反击。咱们关起门来讲实事求是的真话。这套单一叙事其实存在明显的片面性，完全经不起时间线与双方军备实力的双重逻辑推敲。咱们先梳理最直观的时间线索。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正式爆发。仅仅隔了一天，也就是6月26日，南韩首府汉城直接失守沦陷。大伙动动脑子细细琢磨，倘若真的是南韩军队主动筹划北伐，目标理应是向北攻占平壤，怎么可能刚打响战斗，自家核心都城隔日就被敌方全盘占领？打个通俗比方，你一心想上门教训隔壁邻居，刚踏出家门，回头就发现自家房屋被对方彻底拆毁，这种逻辑完全说不通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，北方早已提前完成全套作战筹备，全员枕戈待旦，只待一个开战契机，全线压境。再看双方开战前实打实的军备差距，战争拼的从来不是口头争辩，是钢铁。弹药与作战兵员，彼时南韩驻军本质上等同于身着军装的治安警力，手中武器型号杂乱，仅有少量美军遗留轻型枪械，全境没有一台主战坦克、重型火炮，反坦克装备近乎空白，单纯维持城镇治安尚且勉强，正面大规模野战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反观北方，背后有苏联全面军备扶持，外加新中国移交的大批精锐兵员，底子厚实到近乎武装到牙齿。金日成早年长期扎根我国东北长白山区域，和我党东北根据地渊源深厚。解放战争阶段，东北四野能够快速站稳脚跟，
离不开朝鲜持续输送后勤物资，中转伤员。新中国完成全境统一之后，金日成多次提出诉求，希望借助外援完成半岛统一。我方出于过往互助情谊，将东北军区大批身经百战的朝鲜族官兵整建制移交。这批战士完整经历过抗日战争，解放东北各大战役拼刺、穿插、野战经验拉满，是实打实见过血的精锐老兵。再叠加苏联援助的 T-34主战坦克，在半岛山地地形之中，属于绝对的碾压装备。一边是无重武器、缺乏实战经验的治安化部队，一边是配备成建制坦克、数万久经沙场老兵的完整野战军，两军硬实力天差地别。这也是开战之后北方军队势如破竹，南韩部队一看见坦克集群就全线崩溃的核心根源。汉城沦陷的过程中，还发生了一场令人扼腕的惨剧。南韩高层在慌乱中下令炸毁汉江大桥，试图阻止北方军队推进，但大桥炸毁时，桥上和桥南还滞留了数万南韩溃军与平民。这一炸不仅断送了己方数个师的退路，更让南韩军队的士气彻底崩塌。还有一条关键佐证，战争爆发初期，美方高层全程毫无筹备，完全陷入被动慌乱状态。倘若美国蓄意扶持南韩主动开战，五角大楼必然提前拟定多套预案。可现实恰恰相反，美方收到开战消息仓促至极，只能从日本驻军分批抽调兵力投送前线，典型添油战术，毫无统一调度章法。首批入朝的美军第24步兵师师长迪安少将直接被俘，连高级将领都沦为俘虏，足以证明美方事前完全没有主动开战的全盘规划。综合所有客观线索，能够得出结论，半岛内战由北方在苏联默许与全面加持下主动发起。但这里必须分清一个核心概念，半岛内战爆发不等于美军出兵干涉。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，仁川登陆，轰炸鸭绿江边村镇，才是迫使我国下定决心出兵的核心诱因。随着北方军队一路南下，南韩与美军残部被死死压缩在半岛东南角的釜山环形防御圈之内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半岛大局已定时，美军5星上将麦克阿瑟发起了一场震惊世界军事史的战术豪赌。仁川登陆。仁川这个地方潮汐落差极大，航道狭窄且布满暗礁，极易被水雷封锁。从军事常识来看，这里根本不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，但麦克阿瑟恰恰利用了这种不可能，达成了完美的战略突然性。1950年9月15日，美军陆战一师在猛烈的舰炮与航空火力掩护下，成功切断半岛封腰部，北方军队的后勤补给线瞬间崩溃，战局彻底逆转，战火开始疯狂向鸭绿江畔蔓延。此时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艰难的战略抉择，百废待兴。原本的战略重心是跨海解放台湾，但美国第7舰队的介入，彻底封锁了台海窗口。东北作为新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，直接暴露在美军的轰炸机航程之内。打意味着要直面全球第1工业强国，不打，地缘安全将永远受制于人。在高层的反复推演与艰难权衡中，彭德怀元帅临危受命，而原本承诺提供空中掩护的苏联，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私心与顾虑。斯大林惧怕与美国直接冲突，一度表示苏联空军无法越过鸭绿江。面对没有空军掩护的绝境，中方高层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定力，哪怕苏联不出空军，我们也要打。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借着夜色悄然跨过鸭绿江，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。聊完战争起源，咱们把镜头拉到整场战事最悲壮、牺牲代价最沉重的长津湖核心战役。先把交战双方家底摊开对比。美方参战主力陆战一师是美军公认顶级王牌部队，完整经历太平洋海岛血战，单兵营养补给充足，全员配备全套防寒皮服、防寒皮靴、制式卡宾枪、冲锋枪批量列装，团级单位标配重型迫击炮、坦克集群，空地协同后勤体系成熟完善，全师参战总兵力2万余人。我方迎战部队是原本驻守福建、筹备跨海解放台湾的3野第9兵团，全军满编15万兵力，
原本适配南方亚热带潮湿气候，全员配发薄款单衣、普通胶鞋，完全没有应对零下30-40度极寒环境的御寒装备。开战前夕，战局突变，前线战机转瞬即逝，加急军令明确全军全程不得中途停靠换装，列车直接跨越山海关，奔赴鸭绿江。沿途站点东北官兵只能临时脱下自身棉大衣往列车车窗内抛掷，可零散几件御寒衣物。面对15万大军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九兵团跨过鸭绿江之后，还要直面美军完全掌控的制空权，敌军战机全天候低空巡逻，我方为数不多的运输卡车短短数日内尽数损毁，所有大口径榴弹炮、重型装备只能留在国内后方。前线战士仅能携带步枪、少量迫击炮弹，简易干粮作战。为规避空中轰炸，全军只能拆分连级小队，白日藏匿山林沟壑，一动不动，等到深夜才敢全速穿插急行军。连续多日饥寒交迫，抵达长津湖预设伏击阵地时，全员体力早已透支殆尽。彼时长津湖盖马高原夜间最低气温直达零下40度，极致严寒带来的生理折磨残酷程度远超敌军炮火。先说作战装备失效的绝境，金属炮管遇冷收缩，标准口径炮弹无法装填，战士情急之下用尿液浇灌炮管预热，液体接触瞬间却冻结成冰碴，步枪枪栓冻死卡死，10余名战士合力才能勉强拉动。大量阵地交锋，被迫回归最原始的近身肉搏。美方士兵人高马大，身着全套防寒装备，手部活动不受限制。我方战士双手冻得青紫僵硬，连紧握刺刀都耗费全身力气。前线发给军委的加急电报曾直白写明，近身肉搏阶段，我方单兵生理层面长期处于劣势，精神意志无法完全抹平装备与御寒物资的全方位差距。再看难以回避的战场生存细节，零下数十度低温之下，战士根本无法脱卸衣物解决生理需求，一旦裸露皮肤接触寒风，短短数分钟就会冻伤坏死，极寒导致的生理机能停滞，让许多战士在战壕中默默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再看触目惊心的减员数据，九兵团15万将士打完长津湖战役，总计减员9万人。9万减员人数之中，枪弹负伤、阵亡人数不足半数，剩余5万余人全部重度冻伤。冻亡，大量战士肢体末端因严重坏死而失去知觉，甚至在轻微触碰下便造成不可逆的脱落，必须现场截肢。整场战役最震撼人心的冰雕连，是九兵团所有牺牲者里最沉重的缩影。多个连队奉命驻守山头，阻击撤退美军，全员趴在厚厚积雪之中保持伏击姿态，枪口对准公路，手指搭在扳机之上，全程没有一人起身取暖，没有一人擅自后撤。等到美军摸上山头，才发现整连100余名战士全部冻僵牺牲，化作雪地之中完整的战斗雕塑。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亲眼目睹此景，主动向着冰雕连整齐敬礼，直言拥有这般坚定意志的对手，美军永远无法彻底击败。这场战役，我方拿下了整场抗美援朝唯一全歼美军完整团级建制的辉煌战果。第27军击溃美军第7师第31团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北极熊团，先后击毙敌方2任指挥官，完整缴获该团制式团旗。如今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。此战之后，彭德怀元帅致电中央坦言，集中我方一个军的全部兵力，最多只能歼灭美军一个团，想要完整吃掉美军整师的战略构想，在现有装备差距下完全无法实现。这足以证明美军王牌部队绝非缺乏战斗力的弱旅，而是实打实韧性极强的硬骨头。水门桥阻击战更能直观体现两国工业实力的巨大鸿沟。我方3次派遣敢死队爆破水门桥，最后一次连桥基全部炸毁。本以为彻底切断了陆战一师的撤退生命线，美方却直接出动8架 C119 运输机，空投8套重达数吨的钢制车辙桥全套组件，地面美军工兵依托推土机，仅耗费1日时间，就在悬崖峭壁之上搭建起载重50吨的完整钢桥。敌军车队全部顺利过桥撤退，这不是战术的失败，这是国家工业底蕴的降维打击。长津湖战役在战略层面取得决定性胜利，美军全线退守38线以南，我方收复平壤，
筑牢了东北边境安全缓冲带，但在战术层面，九兵团遭受了极其惨重的代价，战后只能撤回国内长期休整。5次大规模运动战结束之后，战局进入残酷的拉锯阶段。美方名将李奇微摸索出了磁性战术这套针对性打法，我方部队携带的干粮、弹药仅够7日作战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星期攻势。每当我方主动推进，美军立刻乘车后撤，保持火炮射程覆盖，远距离不间断炮火洗地。等我方补给耗尽被迫回撤，美军立刻全线反扑。在第5次战役后期，志愿军主力面临被美军机械化部队切割包围的致命危机。为了掩护数十万大军撤退，第63军在铁原地区展开了惨绝人寰的阻击战。面对美军4个师的平推与每天数万发炮弹的覆盖，63军将士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情况下，用血肉之躯死死钉在种子山和连川防线上。许多连队打到最后仅剩数人，依然发起反冲锋。铁原的焦土为志愿军主力赢得了宝贵的重整时间，但也让这支英雄部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伤亡代价。为抵消敌方绝对火力优势，坑道反斜面战术应运而生，并在随后的上甘岭战役中发挥到了极致。上甘岭战役，美军发起了所谓的摊牌行动，倾泻了超过190万发炮弹，将2座小山头的标高硬生生削低了2米。这种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的火力密度，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。我方深挖山体内部坑道，出口开设在反斜面死角，敌方炮弹抛物线无法覆盖，敌军冲锋登上山顶，我方战士瞬间从坑道冲出倾泻火力，打完立刻缩回坑道。这套战术被写入全球多国军事教材，可背后却藏着数十万老兵终身无法治愈的伤痛。坑道内的生存环境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炼狱，缺水、缺氧，极度压抑。半岛山地多为硬质岩石，挖掘坑道全程缺乏防尘防护，高浓度粉尘被战士不间断吸入肺部。更残酷的是，为了在封闭空间内维持战斗力，战士们不得不长期忍受恶劣的卫生条件。战后数十万归国老兵患上不可逆的肝肺病，终身呼吸困难，每逢阴雨天便咳血不止。这是坑道战术极少被提及的沉重代价。他们赢了战役，却用自己一生的健康为国家的安全底线买单。地面战场惨烈厮杀的同时，上空米格走廊藏着美苏两国心照不宣的隐秘博弈。我国空军建军初期，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长仅有数十小时，依旧敢升空直面美军王牌，勇气无可匹敌，涌现出大量空中战斗英雄。但支撑东线后勤补给线空中屏障的核心力量，实际是苏联空军。苏联高层行事极度谨慎，既想借战事消耗美国军力，又惧怕公开参战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所以定下4条严苛禁令：战机喷涂中方标识，飞行员穿我方军服，无线电禁止使用俄语，战机严禁飞入美方控制空域。可空中缠斗战况焦灼时，苏军飞行员根本无法熟练使用他国语言，无线电频道时常传出俄语嘶吼，美方监听人员听得一清二楚。近距离格斗时，美军也能清晰看见座舱内高鼻梁的苏联飞行员，可美方高层选择刻意隐瞒实情，原因和苏联完全一致。一旦公开苏军参战证据，极易触发2大阵营全面开战，甚至引发核毁灭。双方高层在战略层面上达成了诡异的默契，共同维持了有限战争的边界。这种大国之间的冷酷算计与底线试探，远比影视剧里的狗血剧情更加惊心动魄。整场战争所有伤痛之中，战俘问题是最戳人心、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民族伤痕。1951年年中，13国停战提案本是绝佳止损契机，奈何多方利益纠葛，硬生生将停战谈判拖延了整整2年。这2年坑道对峙阶段，美军把半岛当作新式武器试验场，凝固汽油弹轮番投放。而在大后方的巨济岛战俘营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正在上演。依照日内瓦公约，战后战俘必须无条件全部遣返，但美方刻意抛出自愿遣返条款，试图在政治上抹黑新中国21000余名志愿军战俘之中，大量人员原本是解放战争后期起义投诚的原国军人员，思想磨合周期较短，
美方联合台湾派遣特务进驻战俘营，展开极端的心理摧残与高压胁迫，特务们利用断水断粮、孤立关押等手段逼迫战俘表态，甚至在战俘体表强行刺下特定立场的政治印记，直白威胁拒绝赴台就会遭受无休止迫害。咱们不刻意掩盖客观事实，最终统计数据，14000余名战俘选择前往台湾，仅有7110人申请回归大陆。7000余名归国战俘里，首批归国人员做出了震撼全国的举动。战俘交换当日，我方归国战俘集体脱下美方配发全部衣物，仅穿贴身短裤，甚至赤身，一路高唱国际歌流，泪奔向祖国边境，直言要干干净净回归故土，不带走对方阵营一针一线。这份纯粹信仰足以震撼所有人。可等待归国战俘的人生满是无尽坎坷，众人没有迎来鲜花掌声，而是被统一送往归来人员管理处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被俘往往被等同于便捷。6000余名归国战士，绝大多数面临了极其严格的审查，许多人被开除党籍、军籍，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。在后续的人生轨迹中，他们遭遇了诸多不公，优质工作不予录用，子女升学就业持续受限，无数人半生深陷检讨与自我怀疑的循环。有一位名校英语系高材生，满腔热血奔赴前线担任翻译，跟随部队被俘归国后，一辈子人生轨迹彻底崩塌，直至80年代相关历史政策落地完善，这群战士才得以恢复名誉。可大半辈子的苦难早已无法弥补。反观远赴台湾的14000余名战俘，初期短暂接受审查后，大多顺利融入当地社会。当年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一方半生底层挣扎，一方生活相对平稳，其中辛酸苦涩难以用文字描述。这从来不是个体的人生悲剧，而是特定时代造就的民族伤疤。咱们理当给予所有坚守祖国、拼死争取归国权利的战俘一份迟到的敬意。他们从来不是懦夫，是绝境之中依旧守住家国信仰的真正勇士。聊完战俘的半生坎坷，咱们再讲这场战争极具唏嘘感的法理结局与现实地缘落差。1953年7月27日，板门店停战协定正式签署，彭德怀元帅、金日成、美方克拉克将军依次落笔，唯独预留一把空座椅。南韩代表全程拒绝签字，李承晚至死拒不承认停战现状。从国际法理层面界定，韩国至今没有签署任何停战文书，南北两国理论上依旧处于战争状态，仅维持临时停火平衡70余年。这也是韩国战时军队指挥权长期归属美方的核心根源。宏观战略层面，这场战争彻底重塑了东亚格局。对中国而言，数十万将士浴血奋战，彻底赢得了对手的尊重，打出了新中国数十年边境和平。全球各国彻底摒弃了对中国羸弱的刻板印象，这份战略红利时至今日依旧惠及全国。同时，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意外成为了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强心剂，而第7舰队的长期驻扎也彻底固化了台湾海峡的分裂局势。中苏关系也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微妙的演变。苏联的军火账单与大国沙文主义为日后的两国交恶埋下了伏笔，但地缘现实满是五味杂陈。当年我国倾尽物资兵力付出巨大代价全力守护的邻邦，如今在部分本土历史叙事与国家博物馆中，志愿军的作战功绩篇幅有所缩减，整场战争叙事核心更多归于本土指挥，我国支援往往一笔带过。无数长眠异国冰雪冻土的年轻战士，终身受税病折磨的坑道老兵，半生背负包袱的归国战俘，他们所有的牺牲与苦难，在对方历史叙事里被逐渐淡化。这也让我们清晰看透战争的底层逻辑，所有同盟情谊终究抵不过本土政权自身历史叙事的取舍。国家之间的交往永远建立在冷酷的国家利益之上。通篇梳理完整场朝鲜战争所有明暗脉络，咱们最后做个价值升华。很多人偏爱影视剧中热血冲锋、全线大捷的爽感桥段，刻意回避战争的残酷、失误与伤痛。可真正读懂历史，发自内心爱国的人，必然愿意直面战争完整全貌，辉煌战果、战略失误、惨痛伤亡、时代遗憾，全部坦然接纳。
只有完整看清战争撕裂人性、吞噬生命的真实底色，才能发自内心珍惜当下安稳和平的生活。历史从不是单薄的胜利口号，是无数普通人用血泪堆砌而成的完整过往。我们铭记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拥有捍卫和平的实力与底气。倘若各位听完本期内容，觉得干货充足，细节足够震撼，麻烦动动手指点赞、订阅本频道。您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对硬核历史科普的最大支持。后续咱们继续深挖硬核战争历史。下一期备选话题包含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丛林绞肉机细节，珍宝岛冲突背后的核战边缘博弈，二战冷门却不为人知的惨烈战役。大家有想看的战争历史题材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单。咱们下期接着拆解更多课本不会细说的历史真相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